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大主題，伊朗在關心到的是10枚的飛彈狂轟在約旦的基地。再來看到包括了 MQ9 被狂轟下30架慘變移動的標靶美軍的 MQ9 死神無人機。再來是來自於最新的消息，軍事專家分析，中伊鐵路被炸是不是來自於以色列的動作呢？納坦雅胡趁亂再點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位來賓，我們先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密好，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煥庭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區，希望跟我們互動，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看到熱推薦記得按下熱推。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環球大戰線的主頻，我們現在有會員頻道了，歡迎按加入來加入我們的這個會員頻道當中的一份子啊。今天的美伊戰士來帶觀眾朋友特別看到的是這一次的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伊朗首次的把彈道飛彈打進了在美軍的約旦基地，美軍中東基地現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險了呢？美軍現在看起來從打伊朗已經升級成要切斷中俄援伊的一個命脈了嗎？好，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MQ9 死神無人機遭到伊朗擊落，現在呢，根据初步統計，已經有30架了，損失對美軍來說超過10億美元。曾經稱霸中東的這個美軍王牌戰機，成為伊朗的獵物了嗎？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繼續的轟炸伊朗的南部，並且爆料者說呢，伊朗現在密謀暗殺川普，這個是爆料是來自於這個媒體的爆料，說這個以色列跟美國說啊，伊朗要密謀暗殺川普，納坦雅胡這麼做是要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美伊的衝突再次的升溫，伊朗革命衛隊在昨天再次的發動了第2波的報復攻擊。這一次呢，我們上次談了嘛，上一次是鎖定包括了巴林還有卡達、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首度的這一次擴大到了約旦的美軍基地，所以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美軍基地都覆蓋在危險的射程當中了呢？這一次，伊朗他一口氣發射了10枚的彈道飛彈哦。當然了，這個大使館在當地是緊急關閉之外，包括他也射向了阿茲拉克的空軍基地等等哦。再來，我們來看到為什麼這個空軍基地這麼重要呢？因為這邊駐有美國空軍第332遠征聯隊之外，我們看到它裡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戰機，包括了 F-35、F-16等超過有60架以上的美軍軍機都在這個基地當中，是美軍反恐重要的一個重點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亞的美軍指揮中心，所以特別的重要。這也代表呢等於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國說，衝突再升級，那麼你所有的目標範圍就會涵蓋整個美軍的基地了。再來，這次美軍的攻擊特別的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節點就在於，它的攻擊範圍已經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設施當中。這一次我們要特別關心到的是它炸的這個鐵橋哦，是中伊鐵路的重要節點，長度超過了1萬公里的鐵路，是中國陸路連通的要道。俄羅斯也會用這條路線來向伊朗運送它的貨物，也是中國大陸北京推動"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支柱。現在來自於軍事專家的特別分析，他說呢，這樣子的一個炸中伊鐵路的計劃是來自於以色列的行動哦，這是來自於軍事專家。我們剛剛收到了一個最新消息。好，我們先來節目一開始請教瀚庭怎麼看的？伊朗的第2次反擊，首次的向約旦美軍基地發射10枚彈道飛彈，是要對美國展開報復嗎？這一次美軍或者是說以色列炸毀中伊鐵路橋梁，是刻意斬斷中俄對於伊朗的戰略支援，還是以色列怕這場戰爭就此打住了？瀚庭怎麼看？要先說打約旦阿茲拉克基地它的真正價值呢，不僅在於它是不是美軍最大的基地，而在于它的位置啊。因為約旦呢，在伊拉克、敘利亞、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是美軍中東空中行動很重要的側翼跳板。
所以呢，過去美軍的很多機型呢，都曾出現在相關的基地或者是輪調部署。所以伊朗這一波的訊號，其實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灣沿岸的什麼卡達、巴林、科威特，現在呢打到了約旦，就是把美軍的後方變成了戰場的前線。第一關鍵就是反制美軍的空襲能力。美軍對伊朗的打擊呢，就依賴偵察、加油、電子機啊這些戰機前進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茲拉克，等於是我不是只盯着轟炸機飛來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後整套作戰的流水線。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區的盟友，要告訴約旦、卡達、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參戰方，但你的土地讓美軍來使用，我伊朗就會把你視為戰爭整個網絡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軍，同時呢也壓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國的防空資源的。約旦呢攔截了8枚，表面上看，這個你看伊朗也完全沒有這個打穿啊，也沒有說這個重都有效啊。但反過來看，伊朗也是迫使美軍跟盟友不斷的開雷達啦，然後要不斷的去攔截彈啊，要有高度的戒備啊，要讓大家非常的緊張啊。所以戰爭本來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夠讓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覺。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徹底的摧毀，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來要打哪裡吧？你不知道我接下來打不打吧？所以整個狀態又恢復到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情形。那第二，我們看美軍的這個炸鐵路橋雖然說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什麼道路呢？目前沒有明確的直接證明，這個只有大家的推論。但畢竟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是這個樣子，他到底是不是以此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來看結果上好像是這樣。畢竟啊，目前這條鐵路橋啊，它第一個它本來是戰略的補給線，因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鎖跟空襲壓力，它的道路交通本來就非常重要，所以從中亞裡海方向進入伊朗的通道呢，那當然會承載很多可能軍民兩用的物資嘛。而第二，這也是中俄伊連線的象徵節點，所以美國如果不能夠完全來阻止大陸跟俄羅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過軍事上的方式，橋一段會至少讓你的效率下降，轉運變慢，對美國來說也是釜底抽薪。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看到了嘛，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對於美軍來說非常重要，它是中東反恐戰場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過呢，從2月份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竟然已經被擊落至少30架，對美軍來說真的是付出了一個沉重的代價哦，損失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當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廈已經開始思考了，說，乾脆以後我們不要買這麼昂貴的武器了，這麼高端的武器了，以後買這種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無人機好了。剛剛同一個問題，張將軍又怎麼看？另外來關心到 MQ9的部分，對於美軍來說，是不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伊朗的一個標靶了？張將軍怎麼看 ？MQ9B 它這個功能蠻多的，它可以這個掛在這個電子光學相機，也可以在夜間出任務的時候可以掛 IR 的和這個我們講的紅外線，紅外線感測器。另外一個，在如果雲層比較厚或能見度並不好的狀況下，或者特定任務，它可以掛合成孔徑雷達，就是雷達照相，它可以，它多功能。所以那飛機是飛機的錢啊，它不要忘了，它裝備的錢是另外一個錢。所以你剛才講的那個錢還要更多，因為它掛的是裝備，那裝備有的時候那個有價值不菲。那它的好處是個多功能，它也可以飛得久，它最遠可以來回的話，總共的里程可以飛到將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空中偵察的裝備。但是它有缺點，它的缺點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啊，它這個將近4公噸，它如果加滿油，如果加掛載的話，甚至可以到5公噸。它就一個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螺旋桨拖着那麼重的東西，它能夠飛多高？大概它的執行任務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升性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偵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點。因為你高度高，你可以遠一點看。你高度低的話，你就近一點看。那剛好就是這個伊朗的地對空飛彈的射程之內，而且它的速度慢，這種它又不會有空戰動作，那你這樣的話很容易被地對空的飛彈，哪怕是中程地對空，甚至短程的地對空，都會對 MQ9B 形成威脅。而且有沒有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達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這就是它的缺點。
那就被這個伊朗可以這個預化它的整個 MQ-9B 的任務的飛行線，在那個地方埋伏幾個點做攔截狙殺，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擊中。那它的這個電戰裝備好不好？我認為它可能有的時候電戰裝備只是一般的這個電子反制裝備，並不是一種高端的電子反制裝備。為什麼？因為它只是偵察機，它上面又沒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遠端操控，所以它的这种反应力是比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狙殺。所以在這一次的美國跟伊朗戰爭中，美國算是損失最多的空中裝備就是 MQ-9B。好，這是美軍的戰損的部分哦，它的戰機，尤其是 MQ-9B，它戰損非常的嚴重。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場美伊戰事一直持續到現在，關鍵節點也是包括說以色列到現在啊，不只是美國持續轟炸伊朗之外，以色列佔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它也是持續的轟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區。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包括呢，現在有許多斡旋的勢力都介入，像是卡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嗎？因為我們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傳出了爆炸之外，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嘛，中伊鐵路也被炸。美國呢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做的，但是呢，軍事專家也開始做分析，說很難說，現在看起來最有可能的恐怕還是以色列做的，因為呢，納坦雅胡最近又表態了，他說無論美伊是否達成核協議，以色列都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華爾街日報》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國爆料，他說啊，伊朗正在策劃要暗殺川普。沒有想到川普現在看起來是真的怕了哦。川普對外喊話說，確實他們想要除掉美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有一點幸運，但是川普也說了，我不知道我這個運氣啊可以維持多久，可以持續多久？請教酈將軍怎麼看？目前納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戰火嗎？就是這個中伊鐵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這背後美伊戰事繼續的推波助瀾？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知道這次川普在這個安卡拉的北約峰會裡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他是將日本說成伊斯蘭日本共和國，第二次失言，他是將澤倫斯基說成普丁哈。那大家可能把它當作一個八卦來看，可是我覺得川普這個時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於六神無主，所以才會犯下這麼嚴重的失言。那他什麼事情在讓他六神無主，這個進退失據了？我覺得就是伊朗這場戰爭，他要脫身，他現在脫不了身。那有2個國家不讓他脫身，一個國家叫伊朗，第二個國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麼方法不讓他脫身？就是說你現在來講，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哈，你以後60天的目前來講停戰的60天之後來講，那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須要按照我規劃的航運路線來走，你不讓我不按照我規劃航運路線，這個北邊的拉拉克島來走的話，我就用無人機攻擊你。那所以說，這個伊朗很明顯，他要擴張他的戰果，他要借着這個軍事的行動來擴張他，來變成他60天之後談判的一個成果，就是他獲得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那另外一個國家不讓他離開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講得很明白。這時候，我們知道，在2月28號開戰，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國去打伊朗嗎？本來雙方都已經在日內瓦談得好好的，那突然這個以色列去慫恿川普，那川普也是自己也是無能啦哈。這個平常講，他真的是判斷錯誤，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後陷入這場戰爭的泥淖，到現在脫不了身。他現在很明顯的要脫身，但是以色列這時候不讓他脫身。我們講哈，這2天雖然說美國跟以色列互相打來打去，我用一種方式來形容哈，就是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腳，跟小孩在打架一樣，其實都在打皮毛，而沒有真正傷筋動骨。那這次為什麼說這中伊鐵路被炸會引起國際的重視呢？因為這就不是這個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們看到美國跟伊朗彼此互相說，我打了80個目標，我打了幾個目標。不過平常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標，真的重要目標是中伊鐵路，因為中伊鐵路為什麼重要？它是補給線。它是伊朗很重要一個補給線，打仗
就是打補給線才是重點。那第二個呢？第二個我覺得這個中伊鐵路被炸的地方在哪裡？你要知道，美國現在的林肯號航空母艦，照川普自己所講的，它已經退後了205公里。那來回來講的話，飛過去再飛回來就400多公里，也就是它作戰半徑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國的航母有沒有可能去對這個中伊鐵路做轟炸？這就要打上一個問號。第二個，美國來講，我們都知道，它 B-52轟炸機已經撤離了。它不但 B-52轟炸機撤離，它加油機也撤離了。那試問一下，美國有什麼空中的武力可以如果它沒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沒有這麼長的作戰半徑，它怎麼去打到中伊鐵路？從這兩個，我認為說是以色列來講，對這個中伊鐵路打你補給線，就是希望將這個美國拖入這場戰爭，讓伊朗戰事繼續升級。那回到我剛剛所講的，就如果說這個前1個禮拜，美國跟伊朗互相打來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腳，我推你一下但是這中伊鐵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鑽直接去戳人家的這種要害一樣。所以，那當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鐵路，讓美國繼續捲入這場戰爭，也讓在這個伊朗國喪的期間呢，哈梅內伊這個辦理喪禮的期間，這段時間，然後擴大戰爭，激怒伊朗，然後讓伊朗來講加大對美國的攻擊。所以說，我覺得中伊鐵路這次被炸，在這個軍事的戰略層級上面來看的話，確實是有升高這個戰爭的一種可能性會升高。那第二個，就國家戰略來講的話，那伊朗當然希望借這場行動升高戰爭，讓這個伊朗再繼續加大對美國的報復行動，讓美國繼續介入這場戰爭。所以我覺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們當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脫身就沒想到一個是他鐵桿朋友不讓他走，另外一個是他敵人不讓他走，敵人不讓你走也就算了，結果你的鐵桿朋友也不讓你走。所以川普為什麼在安卡拉會議上面2次的試驗？我覺得他心裡正在煩惱這件事情，怎麼樣脫身，怎麼樣安撫他的朋友，怎麼樣去面對他的敵人。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